女友在我的求婚仪式上宣布与白月光商业联姻，系统判定我攻略失败，删除了我对他的全部记忆。从那以后，我忘记了关于他的一切，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，占据行业领先地位。可当我表明自己失忆，拒绝投资他的公司时，他却红着眼睛质问道：“我和他只是逢场作戏，你吃醋也要有个限度，为什么就是不肯帮我？”我却只觉得可笑，我是失忆，又不是失智，干嘛要做亏本的生意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沈小姐，请问你与苏先生是要进行商业联姻吗？记者的话筒一直伸到沈星慈的嘴边，等着他开口。沈星慈微笑着摇了摇头，看到他这样的回应，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沈星慈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相信她不会背叛我，与别人结婚的。可下一秒，只见沈星慈亲密地挽住了苏景文的胳膊，调皮地眨了眨眼，道：“我们不是商业联姻，我们是真爱。”而苏景文则是一脸宠溺地看向沈星慈，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。一时间，会场内爆发出各种惊喜的尖叫声。沈星慈和苏景文简直就是小说照进现实啊，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甜死我了！这回竟然磕到真的了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我望着台上的沈星慈和苏景文，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，坠入无底的深渊里，摔得粉身碎骨。我默默垂下手，攥紧了手里的婚戒，不禁在心中苦笑一声。我和沈星慈相恋7年，为了他的事业，我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这段地下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，他也曾向我许诺，等他的公司上市，就宣布我们的恋情。而我也做好了向他求婚的准备。可他现在却站在聚光灯下，大大方方地宣布要与别人结婚。一直到记者走后，沈星慈才注意到我，他将我拉到后台，眼中闪过不耐烦：“裴恒，你能不能懂事一点，不要一副好像我欠了你800万的表情。”我抑制住眼中的酸涩，反问道：“你都要和别人结婚了，难道还要我替你高兴吗？”沈星慈皱眉：“商业联姻只是炒作，是为了公司好，不得已而为之罢了。你别想太多，好吗？”沈星慈转头看了看，眼见四下无人，才轻轻拉住我的手，安抚般地握了握。我从沈星慈的眼中看到了疲惫和敷衍。若是以前，我肯定会就此打住，乖乖听他的话。可这次不一样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想到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手中的戒指盒，单膝跪在他面前：“小慈，我们说好的，等你的公司上市了，就宣布恋情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我紧张地等待着沈星慈的答复，却见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冷。下一秒，沈星慈伸手打掉了戒指，生气地说道：“裴恒，你的脑子里成天就只剩爱情了吗？你要是有景文一半的能力，我也不至于这么累。别像个跟屁虫一样，整天就知道拖我的后腿。”我幻想过无数次自己向沈星慈求婚时的样子，唯独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个反应，像是在我的心口上狠狠踩了一脚。我正欲开口，苏景文突然走了过来，他绅士地敲了敲后台的门，温声道：“小慈，大家都等着我们呢。”闻言，沈星慈看向苏景文，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：“好，我马上就来。”沈星慈转身的瞬间，我伸手想要抓住他，却也只是徒劳。洁白的礼服裙摆从我手心荡过，我看到沈星慈满眼欢欣地朝苏景文小跑过去，轰的一声，
后台的门被关上了，我自嘲地笑了笑。原来爱与不爱这么明显。我想起当初因为沈星慈的家境不好，被苏景文抛弃，这才导致沈星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，轻生跳楼。为了救他，我绑定了付出系统，只要我付出的越多，他能够得到的奖励就越多。沈星慈说想要自己创业，我二话不说，辞掉高薪工作，转到他手下的公司，甚至没有向他要过1分钱的工资，还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。为了不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，我每次都私下去拉生意，经常因为要陪别的公司老板喝酒，喝到自己胃出血住进医院。所以他取得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靠我得来的。可如今沈星慈却说我拖累他。门外，沈星慈和苏景文亲密的交谈声渐渐消失在耳际，我心里像吃了黄连一样苦。忽然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：宿主，时间已到，你的任务失败了。我想起今天是最后的期限了，7年里，只要沈星慈被我的付出感动，愿意嫁给我，系统就会给我们功成名就的奖励和花不完的钱。反之，我将会受到系统的残酷惩罚。我原本以为今天一定可以成功的，沈星慈却让我输得这样彻底。我苦笑一声，闭上了双眼。或许这样死了也不错，我接受惩罚，抹杀我吧。然而料想中的痛感并没有袭来，只听系统说道：惩罚是我会和你解绑，并抹去你与沈星慈有关的一切记忆。单方面的付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系统已经开始解绑了。我感觉到大脑一阵晕眩，体内有什么东西似河水般流走。系统在剥离的过程中，曾经的回忆如同走马灯般在我的眼前闪过。我喜欢了沈星慈整整10年，她也曾是我昏暗日子里唯一的光。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顶尖的学校，但这个学校里非富即贵，我一度被孤立排挤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被一群人围堵，他们要我交出自己辛苦做的设计。在我最无助时，是沈星慈挺身而出，拿着一个玻璃酒瓶吓走了所有人。没事了，你别害怕。他浑身发抖地朝我扬起一个笑，明明自己也怕得要死，却还安慰我。沈星慈带我去学校的湖边散心，弯腰大声喊叫着。他说，只要来到这里，喊上一嗓子，所有的烦恼都会飘到九霄云外了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发泄心中的情绪，可喊叫声吸引来了值班的保安。不等我回过神来，他便拉住我的手，带我跑开。傻站着做什么？快走！那一刻，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沈星慈笑颜如花。我找遍了所有美好的词语，都觉得配不上他。他像山间的精灵，活泼生动，闯入我死水般的日子里，让我的心湖里泛起波澜。沈星慈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我。我叫沈星慈，你呢？晚风吹起少女的长发，是风动，也是我心动。我知无道。我叫裴恒。后来我得知他和我一样，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考进来的，可能是经历相似，我们之间生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，渐渐熟悉起来。我的专业能力很强，经常帮助沈星慈。可就在我准备进一步发展，想向他表白的时候，却被苏景文抢了先。他挑衅地说我给不了沈星慈想要的生活，只有自己才能帮到他。我知道苏景文家境殷实，而沈星慈看向他时，眼中也满是少女的羞怯。我只能选择放手，压下这份情感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成为了男女朋友。可后来我发现苏景文和沈星慈在一起，
只是想剽窃他的设计创意。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后，苏景文果断分手，去了国外，而沈星慈却患上严重的抑郁症，跳楼轻生。如果不是我绑定了系统，并无微不至地照顾沈星慈，他早就已经死了。沈星慈事业刚起步时，不管多晚，我都陪着。我见证了他的成长过程，看着他从不谙世事的女孩变成了人人尊敬的商界总裁。多年来的付出与陪伴，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的男朋友。我原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，直到5个月前，苏景文回来了，沈星慈开始对我越来越冷淡。我撞见过好几次他和苏景文私下见面，问他难道忘记他伤害过你吗？他却道：裴恒，你不要乱吃醋，景文现在是行业精英，以前的事都过去，之后我可能还会和他合作。真是可笑，沈星慈竟然这样轻易原谅了他。我这些年的付出又算什么呢？我的心都被他踩烂，死得彻底。或许忘了沈星慈是最好的结果，至少不会再被他伤害，心也不会觉得痛了。眼前忽然黑了一瞬，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发现一切如常，只是记忆里似乎有一道身影越来越模糊。我晃了晃头，感觉身体有些乏力。阿恒，你没事吧？你这样还能谈合作吗？要不先回家吧。突然胳膊被人扶了一下，我回头发现是我大学的学妹江月。我轻笑了一下，道：我没事，正好在找你呢。下个月展览会的项目，我想跟你合作，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方案？江月脸上闪过一丝欣喜，但又有些犹豫道：可是那个项目……江月还未说完，沈星慈突然推开后台的门，不悦道：你们在说什么项目？裴恒，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要与景文推荐的张经理合作，你在这里和江月废什么话？我看着门口陌生的脸孔，微愣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，还质疑我选择合作人的能力？沈星慈还想说些什么，苏景文刚好过来催他过去。小慈，不是说你礼服的胸针落这了吗？拿到了吗？沈星慈拿起桌上的胸针，从我身边经过时，小声道：裴恒，离江月远点。说完，沈星慈还用警告的眼神剜了江月一眼，才匆匆离开。我不悦地皱了皱眉，这人还真是莫名其妙。我看向江月，道：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？江月摇了摇头，说：没什么，你不舒服的话就先回家吧，其他的事我们之后再说。我向江月道别后，便开车先回了家。可开打房门时，我却懵了，看着满屋子少女心十足的装饰，我不确定地退出去看了一眼门牌号。没错，是我家呀，难不成有人私闯民宅？不管3721，我决定先把这些讨厌的装饰拆了。忙完，我已经累得躺在沙发上，耳边响起女人的尖叫声，将我吓了一跳。裴恒，你有病吧？这又是在做什么？我站起身，差点也叫出声来。面前站着的是晚宴上的那个女人。我睁大了双眼，质问道：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会有我家的钥匙？沈星慈咬牙，指着我道：你发什么疯？是瞎了吗？连你自己的女朋友都不认识了？什么女朋友？我懵了，立马回怼：你是有什么臆想症吧？我明明是单身，不要随便和我攀扯关系。沈星慈看着我，迟疑片刻，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随即生气地说道：你怎么还在为我和景文商业联姻的事吃醋？都说了是假的。我想起听今天会场上的人谈论过，和苏景文订婚的人好像是叫沈星慈，可我只觉得恶心，怎么还脚踩两只船？这种人
怎么会是我的女朋友呢？我冷冷问道。所以你是劈腿了？一瞬间，沈星慈哑口无言。我揉了揉眉心，不想和他扯，快点离开我家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。说着，我便拿起手机。沈星慈像是被刺激到了一般，突然冲过来，想要夺走我的手机。不料他一个没站稳，竟然摔倒在地，气急败坏地指着我道：“裴恒，你竟然敢这样对我！”我无语地摊开手：“你自己摔倒了，还要赖在我身上，真是不可理喻！别在这里碰瓷，快点走！”沈星慈艰难地站起身，瞪了我一眼：“行，你有种，我又不是没地方去。”下一秒，沈星慈便拨了一通电话，对着电话那头的人撒娇道：“景文，你来接我一下吧。”裴恒吃醋装傻，竟然说不认识我，还要赶我走。沈星慈一边说着，还一边得意地瞟了我一眼。可我听着他甜腻的声音，只觉得恶心。“小慈，你没事吧？”苏景文一进门便拉住沈星慈的手，还朝我礼貌地鞠了一躬，露出为难神色。“裴恒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和小慈闹别扭了。我愿意现在就出面澄清我和小慈假结婚的事，只是公司那边……”我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，道：“别废话了，那是你们的事，和我没有关系。而且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沈星慈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“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？竟然还敢跟我装失忆！”苏景文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假意关心道：“小慈，我看裴恒好像不是装的，都这么严重了，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？”沈星慈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对着苏景文娇嗔道：“不用去医院，景文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他欺骗。”苏景文拉了拉沈星慈的手，又温和地对我道：“裴恒，别开这种玩笑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有小慈的。小慈虽然每次生气都会往我家跑，但最后你不是都主动认错了吗？”我听出苏景文的话语里有故意炫耀的意思，他惺惺作态的样子简直令人发呕。沈星慈拉住苏景文的手，气恼地向门口迈了一步：“景文，你用不着替他说话，他要装就让他装好了，我们走。”我压根懒得看，只希望他们能走快点。我低头打开手机，想联系一下江月，商量合作的事，却无意中发现我给一个被注名为女朋友的人连续转账了7年，而这账户的名字正是沈星慈。我震惊地查看了2遍信息，难道她真的是我女朋友？而且还在我家恬不知耻地花了我这么多钱，这怎么能忍？我忽然道：“等等！”沈星慈立马顿住脚步，双手抱臂，高傲地看向我：“怎么，后悔了？之前不是还赶我走吗？”我嫌弃地皱了皱眉，甩出一账单：“在我家白住了7年，房租交了再滚。”沈星慈张了张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“你……”苏景文上前一步，站到沈星慈身前，维护道：“裴恒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小慈呢？她是女孩子啊，女孩子最爱脸面了。”我看了一眼沈星慈，冷嗤道：“在我家白吃白喝，这就是你要脸面的方式吗？”二人顿时语塞，沈星慈垂在身侧的手都握紧了。我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快点把钱交了，别耽误我时间。”沈星慈气得急促呼吸着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指着我怒斥说：“裴恒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除了这个房子，你用的东西哪一样不是靠我得来的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一个大活人还需要他养着。”我还未开口，苏景文便义正言辞道：“为女生花钱是男人应该做的。裴恒，你非要这笔钱的话，那就我来给好了。”我听出了苏景文的弦外之音，这是故意拉踩我，好突出他自己的高尚呢。
真叫人作恶。可偏偏沈星慈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亲昵地挽住苏景文的胳膊：“景文，谢谢你，但你的公司也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我不能一直让你为我付出。”沈星慈不屑地看向我，晃了晃自己的手机：“不就是钱吗？我有的是。”他咬了咬牙，不情不愿地把钱转给了我，还不忘羞辱道：“裴恒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满身铜锈味，真是好笑。傻子才会和钱过意不去吧？裴恒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经济困难了？你可以跟我说呀，毕竟我和小慈是朋友，借你个几十万还是可以的。”苏景文看上去好心，但眼睛里对我的鄙视却丝毫不加掩饰。我知道他是故意拉踩我。闻言，沈星慈更是高高扬起下巴，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景文，别管他，又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优秀。像裴恒这样的，目光短浅，就知道钱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”说着，沈星慈竟然很自然地在沙发上坐下了。我震惊地看着他这一举动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他是不打算走了吗？我正欲开口，沈星慈抢先一步，对着我指手画脚道：“裴恒，你看看你把家里弄的，还不赶快收拾干净？还有，我和景文在晚宴上忙着应酬，都没吃东西，你快点把饭也做了。有病吧？我真的是要被气笑了。他吃没吃饭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保姆。”苏景文也假装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，说：“这不太好吧？怎么能让裴恒给我做饭呢？”我心想，这两人戏还挺多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忍住想打人的冲动，冷笑道：“既然知道不太好，那就快给我滚出去！”沈星慈大怒，抓起沙发上的靠枕朝我扔来：“钱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”我避开他扔过来的靠枕，无语至极。那些钱都是我应得的，他竟然觉得我还应该要对他感恩戴德，真是不可理喻。我还没开口，苏景文便一脸委屈地抢言道：“裴恒，是不是因为我要留下吃饭，让你觉得不舒服了？那我现在就走好了，毕竟我只是个外人而已，我不想影响你们两个的感情。”闻言，沈星慈立马情绪激动地站起来，指着我道：“裴恒，你太过分了！要是再这样，我们就分手。”我微愣，还有这等好事？正愁他烦人，摆脱不了呢。沈星慈忽然神情得意起来，还以为我是被他吓住了。“裴恒，你怕了吧？除非你给景文道歉，不然……”我听出他这是在给我台阶下，好像料定了我不会和他分手。可我只觉得他啰嗦，立马摆手打断道：“你别说了，我们分手。”沈星慈站在原地，刹那间表情都变得有些僵硬，半晌才道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你真的要跟我分手？”我冷漠地看着他，平静道：“你没有听错，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。”沈星慈摇了摇头，震惊地看向我，身形都有些不稳。苏景文赶忙扶住他，又对着我劝慰道：“裴恒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？怎么能开这么大的玩笑呢？”我不耐烦地从鼻腔里呼出一口气，催促道：“我没开玩笑，也没时间跟你们闲扯，快点离开我家！”沈星慈还想说些什么，我完全不给他反应的机会，直接给物业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来处理。物业的效率很高，一来就毫不客气地将二人从沙发上拽起：“放开我！你们都给我放开！”沈星慈撒泼般的想要挣脱开，头发都凌乱了，就连苏景文的衣袖都被拽皱。我一脚踢出沈星慈的行李箱，二人狼狈不堪地被关在了门外，少了碍事的人。刹那间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坐到书房的电脑前，专心研究工作。
我打开手机，顺利地联系上了江月。在交谈的过程中，我越发觉得江月是最佳的合作负责人。他才思敏捷，不骄不躁，提出的每一个方案要点都能恰到好处，而且江月的态度也很好，对我更是赞不绝口，语气里都能听出惜才之意。阿恒，我们公司真的很看好你，以你的能力，自己开一家公司都不成问题。你现在所在的公司太屈才了，我早就想挖你过来了，一直苦于没有机会。还好，这次终于可以一起工作了。挂掉电话以后，我回味着江月的话，发现了一丝端倪，似乎我现在的公司对我并不是很好。思索间，我感到一阵阵头疼，我的记忆好像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我站起身，在家里翻找出了工作牌，发现我现在任职的公司老板竟然是沈星慈。我立马在电脑上搜索相关信息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因为更可气的是，这些年我为沈星慈的公司创造了无数的财富，但沈星慈竟然从未给过我1分钱的工资。好你个沈星慈，竟然把我当免费劳动力使！我气得牙痒痒，合上电脑，一夜都没睡着。第二天，我很早便来到了公司工位上，想要了解一下更多的情况。我刚坐下还没有多久，沈星慈也踩着高跟鞋过来了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嘲讽道：“裴恒，你昨天不是硬气吗？还不是一大早就来了公司？别以为你这样我就能轻易原谅你了。”我专心盯着电脑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沈星慈生气地敲了敲我面前的桌子：“行了，别装了，少跟我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。”随即，沈星慈甩给我一个文件夹，颐指气使道：“裴恒，态度放端正一点，快点把这份报表做了，别耽误工作。”我懒散地掀起眼帘，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打掉了桌子上的文件夹，缓缓站起身，也反手甩了一份文件给沈星慈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”沈星慈看着我的辞职报告，骤然间睁大眼睛，后退了2步，语气里带着愠怒：“裴恒，我明明都跟你解释清楚了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？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？这女的还真是自恋。”我皱眉，强调道：“沈星慈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沈星慈定定地看着我，似乎是想从我的脸上找到我在开玩笑的证据。可我面色坚定，心意已决。沈星慈眼中闪过一丝怀疑，但很快便掩饰了过去，仍然执着道：“裴恒，别闹了，我真的很累。”说着，他已经走到了文件粉碎机面前，伸手要我手中的辞职报告。看着他伸过来的手，我心中的怒火蹭蹭往上冒。他是把人当傻子吗？我在这公司里任劳任怨这么多年，沈星慈捞尽了好处，我却各种被压榨。事到如今，他还想困住我，门都没有。我冷眼看着沈星慈，厉声道：“我想你搞错了，辞职这件事，我只是通知你，并不是来和你商量的。”一瞬间，沈星慈的怒意染红了脸颊，像只被人戏耍了的猴子。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故意打击我说：“裴恒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离开我的公司，还有谁肯收留你？有本事你现在就走！”我无所谓地笑笑，打开手机，亮出一张长长的账单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走的，但走之前，麻烦沈总把这些年欠我的工资先结一下。沈星慈看着账单上的数字，一瞬间目瞪口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理直气壮道：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还能有几个意思？”沈星慈的眉头立马皱成一个川字。你现在竟然要跟我算账？你当初明明说过，你为我付出的一切都是
不计回报的。我用看智障一样的目光看向沈星慈，我怎么可能说过这种话？我两手一摊，反问道：“你有证据吗？”沈星慈张了张嘴，一时语塞。我知道他这样子是拿不出证据的。片刻，沈星慈才鼓足点气势说：“这些可都是你当初亲口跟我说的，你别不承认了。”我冷笑，反击说：“口空无凭，那就是没有证据了。但我进公司的时候，可是和你签了劳务合同的。如果你不能爽快地把工资结了，我就只好去法院告你了。”沈星慈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可我不想听他废话，转身便离开了公司。裴恒身后，沈星慈急匆匆地追了出来，因为走得太快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他委屈地喊我：“裴恒，我都摔倒了，你就不能扶我一下吗？”我顿住脚步，转头怒对道：“矫情什么？你是摔成四肢残废了吗？自己不能起来？不会穿高跟鞋就别穿，净给人找麻烦。”我明明是在骂他，沈星慈的脸上却闪过一丝欣喜。你还知道我穿不习惯高跟鞋？裴恒，你心里明明有我，为什么不肯承认？一瞬间，我痛苦地捂住了大脑，头疼欲裂，眼前突然黑成一片，我不受控制地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自己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我从病床上坐起身，发现沈星慈竟然也在。我看到沈星慈的眼睛竟然有一点红，见我醒来，更是不等我同意，便拉住了我的手。他颓然地摇了摇头，语气里染上伤心：“阿恒，医生说你失去了关于我的那部分记忆，可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明明说过这辈子就算是死也不会忘了我的，你记得所有人，却唯独忘了我，这一定不是真的。你是不是联合医生在骗我？”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只觉得心烦。我把自己的手从沈星慈的手心里抽出来，面无表情地开口道：“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不记得你，是你自己不相信。”沈星慈看了一眼自己空空如也的手心，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。他看向我说：“难道你要食言了吗？”就在这时，病房的电视上播放着苏景文和沈星慈订婚的消息。只见电视中的沈星慈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苏景文，在摄像机镜头的捕捉下，沈星慈面色娇羞地向苏景文送去一个吻。我指着电视，声音也冷了3分：“沈星慈，先食言的人是你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”我看着电视机里二人甜蜜恩爱的样子，虽然心中毫无波澜，但我也能想象出，如果我曾经爱过他，一定也被他伤得很深。失去的记忆于我而言不是一件坏事，相反，这是一种解脱。沈星慈有些慌乱地拿起遥控器，将电视关掉。他强撑起一个笑，解释说：“那些都是假的，你听我。”沈星慈后半句话还未说完，口袋里的手机便响了起来。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毫不犹豫地接通：“景文，你找我有事？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沈星慈起身，甚至来不及看我一眼，只丢下一句话：“裴恒，剩下的事我下次再跟你说。”我望着沈星慈离开的背影，恍惚间觉得有些熟悉，但我并不在意。我知道他的心不在我这里，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喜欢？医生进来仔细检查了一番，说我的身体并无大碍。我迅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，立马出院。我不想和沈星慈再有任何的瓜葛，直接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没有必要为了无关轻重的人浪费我宝贵的时间。我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1个月后，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我的公司一上市便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。商业晚宴上，
我被人众星捧月般的包围着，恭维声不断。裴总，您真是年轻有为呀！贵公司能够跟我们合作，真是我们无上的荣幸啊！这个项目就要仰仗您了，还请您多费心。我礼貌地微笑着，与朝我敬酒的人说着客套话。他们一杯杯的酒水下肚，却还关心我，要我少喝点。原来这就是成功人士的待遇吗？正当我感慨世界的现实时，不经意间在人群里看到了沈星慈。沈星慈似乎也注意到了我，径直地朝我走来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脸上写满了惊讶，缓缓开口道：“裴恒，你这些天变化还挺大的，竟然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我怎么样都联系不上你。”我轻轻晃了晃手中的高脚杯，毫不客气地开口道：“别那么自恋，不是故意躲着你，我只是不想和有妇之夫扯上关系罢了。”沈星慈露出微笑，声音软下几分：“裴恒，你是不是还在介意新闻上那件事啊？订婚什么的都是假的，时间一到，我与景文的关系便会作废。你再等等我，好吗？”我漫不经心地理了理衣袖，平静地说道：“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和我没关系。而且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失忆了，现在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所以请你自重，别再缠着我了。”不知道沈星慈哪里来的自信，笃定了我放不下他，竟然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不死心道：“我和景文只是逢场作戏，我真的不喜欢他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？”我低头看到他手上戴着的婚戒，只觉得讽刺。如果沈星慈真的不喜欢苏景文，为什么要带着他送的东西呢？何况还是婚戒这样严肃贵重的物品。难道在沈星慈眼中，婚姻也如同儿戏一般吗？耳边又响起沈星慈的声音，他竟然大言不惭道：“裴恒，要不然你投资我的公司吧，只要你投资了，我便不用和景文继续做戏，我们可以直接签合同，这样我就能回到你身边了。”沈星慈的幻想还真是好，说的他自己都被打动了。只可惜我是绝不会同意的。我放下手中的酒杯，冷嗤道：“投资你，你配吗？我是失忆了，又不是失智，为什么要做亏本的买卖？”事实上，我早就查过沈星慈的公司，自从与苏景文合作以后，他的公司就一直在亏损，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，只能自己出来拉投资。可他又拉不下面子，在会场里晃悠了半天，今天一个投资都没有拉到。沈星慈急忙为自己争取机会：“不是的，我的公司经营很好的，各项条件都很优秀，只要你同意签约，我一定可以向你证明。”沈星慈将自己的公司说得天花乱坠，但我不想和他在这里纠缠，看着就心烦。我转身往休息室走去，沈星慈却一直不依不饶地跟着我。我停下脚步，道：“别跟着我了。”谁料沈星慈忽然靠近我，仰起头想要亲我。“裴恒，你别生气了，好吗？”我立马慌张地让开，想到电视上他也这样亲过苏景文，一时间我只觉得恶心。沈星慈像是被我的举动伤害到了，眼中闪过不可置信。“楠楠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？”沈星慈慌忙掏出一张信纸递给我，我有些愣神，因为最上面是我的字迹，写着：“我裴恒发誓要一生一世爱沈星慈，无条件的支持他，陪着他。”下面是另一个人的字迹，写着几乎同样的话。沈星慈有些苦涩地看着我，问道：“从前的一切都不作数了吗？”我看着信纸，毫无印象。可约定是两个人的事，是沈星慈自己先对不起我的。何况我现在已经忘了有关他的一切，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
我夺过他手中的信纸，一把撕碎，扔到空中，碎纸沸沸扬扬落下，像漫天的雪花，转瞬即逝，不会留下半点的痕迹。我把话说得决绝，到此为止吧，别再纠缠了，我们之间早该结束了。沈星慈仰头看着被撕碎的信纸，喃喃道：“怎么可能？阿恒，你怎么在这？我们刚刚不是在聊下个月的计划方案吗？”江月穿着一袭白裙向我走来，我知道她是见我被沈星慈拦住，想替我解围。我丢下沈星慈，向江月点了点头，快步走了过去。我原本以为沈星慈会就此放手，可直到几天后，我去公司楼下买咖啡的时候，竟然又碰到了他。裴恒，沈星慈素面朝天，脸色蜡黄，整个人看上去都是憔悴的。他犹豫地拉住我的手，我发现他的手腕上还留有伤痕，像是被人打的。看来苏景文对他并不好。我不动神色地抽出自己的手，下一秒，他直接跪在了我面前，红着眼睛说道：“阿恒，我求你救救我吧，我的公司快要倒闭了，如果再拉不到投资，我也不想活了。”沈星慈卑微的不像话，完全没有平日里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可他的公司就是个无底洞，于情于理我都不会帮他。我摇了摇头，无奈道：“沈星慈，我帮不了你。”沈星慈颤抖着手往口袋里摸了摸，摸出一个白色的手帕。他将手帕小心翼翼地展开，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戒指。阿恒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这是你当初送我的婚戒，我把它找回来了。说着，沈星慈献宝似的将戒指递到我面前。我看到戒指的内圈还刻着我们两个人名字的缩写，但我的心里却觉得不舒服，像是反胃一样。而且听沈星慈的意思，这枚戒指当初并没有被他好好对待，看来这也并不是什么好的回忆。我淡淡道：“我不记得了，你扔了吧。”沈星慈凄楚地咬住了下唇，执着地说道：“可是我没有弄丢婚戒啊，阿恒，你不是说过想要娶我吗？你跟我结婚好不好？我现在就答应你。”我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没有弄丢婚戒，你只是把我弄丢了。”沈星慈，别自欺欺人了，放手吧。沈星慈眼中蓄满泪花，抽泣道：“阿恒，你只是忘了我而已，但你一定还是爱我的。你以前什么都肯为我做，那会儿我没钱开公司，还是你出的钱。我事业刚起步的时候，你还瞒着我去拉投资，自己喝了好多酒。你买了牛肉舍不得吃，都让给我，说自己不饿。”沈星慈说起我们曾经的回忆，试图打动我，唤起我一点记忆，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而且在他的回忆里，我好像永远都是付出的那一个。我不禁质问道：“沈星慈，既然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践踏我的真心？你呢？这么多年，你又为我做过些什么呢？”沈星慈哑口无言，哭得却更加大声了。他摇了摇头，不停地说道：“阿恒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没有用，已经造成的伤害是消失不了的。我既然已经忘记了过去，便不会再重蹈覆辙。”我坚定地转身往公司楼上走去，不再看身后的沈星慈。2个月后，我得知了苏景文和沈星慈并没有结婚，只是套走了他所有的钱财。沈星慈的公司倒闭了，遭遇的打击太大，精神也变得有些不正常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他在我公司楼下站了很久，我没有下楼，他在前台给我留下了一封信，信里写的都是对我的忏悔，说本想跟我当面道个别，但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。我把信扔进了垃圾桶。再次听到沈星慈的消息，已经是1年后了。一天早上，
警察找到我，让我认领沈星慈的尸体。原来苏景文欺骗了沈星慈后，携款逃跑。沈星慈一直在追寻他的下落，并找准时机杀了苏景文。万念俱灰之下，自己也自杀了。我摇了摇头，他的结局还真是令人唏嘘。警察说沈星慈是孤儿，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其他的亲人了。通过查看他的手机发现，紧急联系人那一栏里是我的名字。生死是大事，最后我替他收了尸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他会喜欢湖边，于是我选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下葬了他的骨灰。我对那7年里沈星慈的记忆依旧找不出半点。或许我曾经爱过这个人，又或许没有。一切尘埃落定以后，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。太阳依旧是每天东升西落，阳光长久地照在这片土地上。我抬起头，往远方看去，我的生活一片明朗。我要继续往前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